现在在我朋友家楼下，今天要去他家挖掘一下他的宝藏爱用好物。我想接下来这个会做成一个系列，就是去我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职业的朋友挖掘一下他们的一些爱用好物。那现在就去他家看看吧。现在我已经在 Jenny 的家里了，既是我的同学，又是我的同行，而且我们整个的职业轨迹也特别的相像，都是从审计开始，然后现在开始做咨询。先简单的跟大家 say 个 hi。 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nny。我之前是在 Deloitte 做审计一开始，然后后来是觉得审计有一点太重复了那个工作，我就开始转向了咨询这方面。我现在做的是 Financial Accounting Advisory Services。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和客户的 Finance 和 Accounting 部门对接，他们有什么不会的，比方说新出的 Accounting Guidance 啊，或者说他们要搞 IPO 了，他们的 Financial Disclosure 的标准不够 IPO 的标准。做了 Manager 之后，你觉得有什么改变吗？和之前 Senior？我其实做 Manager 之后，自己觉得更喜欢这份工作了，因为你在每一份工作当中，你自己的决策的能力，就是决策的 power 更多了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你以前很多东西你要去和很多人对接，去解释你的想法，然后还要征求同意才开始做。但现在很多东西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 run 的，然后带着我的 senior，还有很多，比方说 business development， 怎么样去和客户对接，怎么样发现客户的需求，怎么样去通过了解这个 industry 的工作方式来去给客户提供出更好的 solution。是简单的 Jenny 的一些 background， 然后今天我就过来挖掘一下她的一些日常爱用好物。第一个就是我工作的时候不太习惯用电脑的键盘，我是用那个 monitor 的嘛，所以就是电脑再放在面前就有一点太占地方，所以我就有这个外接的这个键盘，其实是我们公司给我们买的。它很棒的一点是它是按人体工学设计，所以它有一个弧度，然后你的两只手放在上面的时候其实是很舒服的，加上它这一块那个软垫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垫高的设计，所以它也不是整个贴在桌面上，所以你用上去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舒服啊！真的耶。对，就是手的那个姿势，你就感觉是手很自然的放在那儿一样。它是这边有一个弧度，这边有一个弧度，你的手腕就不需要有一一个往里扣的那个动作。这个如果不是你说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就是对，因为我觉得就这种东西都有点鸡肋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就我平常对没必要。对。不过这个确实这个手腕好舒服。对。第二个是这个，它是个鼠标。其实这是雷雷我们有一个公司年会的时候有一个那种互送礼物。其实用起来一开始需要适应一下，因为一般的鼠标它很实在你的手心里，但这个它其实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弧度的，你只是这样子捏着它，所以其实你手心里面感觉会有点空。但是它最好的一点就是有的鼠标你放在包里真的很占地方，而且它是一个鼓包。对，它这个就可以完全这样平下来，带去公司的时候放到包里就是一个平平的这样放在那里，就很方便。我觉得这个颜值不错，我喜欢这种。对，而且你这个好像是刚才我看一弯它就自动连接。对，是的，只要弯起来它就显示已经开启了，躺平了以后它就知道你没有在用，它就自动给它关掉了。不然你放在包里老是摁到，它的滚轮也很隐蔽，它是靠那个感觉的，对，触感，哒哒哒哒。对。下一个，这是我的一个也是公司发的，都是公司来的。我觉得今天你是在宣传你们公司的，就是电脑支架。像刚刚说的，我的那个工作台上面不是已经有了键盘、鼠标，所以其实我不需要我的笔记本电脑在我的面前，而且那个笔记本电脑，你如果只是放在桌面上的话，你永远是往下看着你的屏幕的，就觉得不舒服。我这个支架，它首先它很棒的是它很便携，就这么小小的一本的感觉，打开来它就可以各种这样子先扩开，后面是有一个这个架子，你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高度去给它支起来。支起来了以后，它很棒的一点是它正好就是视线水平的那个，所以对你的颈椎就很好，你就不用这样低头去看电脑，就很方便。之前买了一个4只腿是差不多高度的，只是把它给它弄高了一点。刚开始觉得还挺好的，我可以平视电脑，后来就整个手都要这么大，你知道吧？就因为我就是这样，然后就这么大，然后就整个身体就是超级难受。然后后来我就不用它了，然后我就是这样。
我们赶紧讲咖啡机吧，我想喝咖啡。好，下一样我搬不过来了，但是就是我的咖啡机，它是我也不会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瞎念的，我也是瞎念，我瞎念，我也是念 Breville， 其实是一个属于半自动espresso machine。我好像买过一个这个，但是送朋友的。我当时给朋友买的时候也是做了点 research，最后还是这个 Vin，它胜在味道上，其实，就看网上其实煮的好像是还蛮厉害的。我觉得这个就属于那种你想要入门去好好研究咖啡的话，它真的可以做到很专业的咖啡机都可以做到的东西。现在我要去煮一杯咖啡，今天我还没喝咖啡呢。好，咱们去喝杯咖啡吧。哇，好好看这分层。现在我的这个咖啡打来了，终于可以喝上。下一样是我的 air fryer 空气炸锅，我买的是一个小小的，更适合一人食的那种空气炸锅，它的外观也很好看，是白色的。它是那个做就是 Instant Pot 的那个公司做的，牌子其实叫 Instant，那个 Pot 就是他们的经典产品啊。然后他们现在做这个空气炸锅，我用空气炸锅用的超级频繁，因为我太懒了，我懒得做饭，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买个鸡腿啊，买个鸡翅啊，或者买一个三文鱼啊什么的，你稍微腌一腌，然后直接垫个锡纸放进去烤就可以吃。尤其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，中午就是还挺方便的，对，就没有时间去搞很多炒菜，还要洗锅洗碗各种。早上每天我会烤一个那个烤地瓜，以前我都是蒸着吃或者用微波炉煨着吃，但是我这次用空气炸锅烤了以后，就跟小时候街上卖的那种烤红薯是一样的，就你把那个红薯的皮剥下来，它都带一层那种糖霜一样的东西，就超香。我一直就不明白空气炸锅和烤箱有啥区别。我觉得唯一的区别就是因为空气炸锅它的空间比较小，风速就会比烤箱来的更快一点，可能花的时间都要少一点，而它预热很快很快。因为你看你做那个红薯35分钟就能烤得很烂的那个嘛，我一般是要做90分钟用烤箱。用烤箱是吗？那你平常就是做这个空气炸锅最常用的 menu 都有哪些？小红书上其实有很多这种食谱嘛，最让我惊艳的其实是一个手撕包菜，就你会觉得不是一个空气炸锅做得出来的菜，但它就是你把包菜切成小片，然后用可能喷一点油，撒一点那种孜然粉啊，然后胡椒粉啊，就像烧烤料一样，拌匀了以后放进空气炸锅里，大概10几分钟翻个面，再来个10分钟，它味道真的就跟手撕包菜一样，把你那个炒包菜的那个过程变成烤的，对，而且它油就用的更少。小红书上我最想试的是辣子鸡，就他们真的用辣椒，哇，对，那好厉害呀！因为这个就完全就解放双手，而且就是你不需要洗锅。然后还有一些就比方说是蒸蛋啊，你直接买那种锡纸碗，把蛋打好了，再放你想要的什么虾仁啊、时蔬都可以。哇，那个也听起来挺不错的，就是整个是一个懒人福音的一个设计。下一样就是我的 Apple Watch， 我戴在手上。首先我是一个需要表的人，如果我要表的话，我希望它可以给我多一点别的功能，比方说 Apple Wallet，就是我出去买东西甚至不用掏我的手机出来搞 Apple Pay，我直接手表这样一贴它就可以付钱。最主要的可能就是它这个运动的功能，就是3个那个圈圈，对。自从我开始规律的每天运动之后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让我知道我今天的运动量达标了没有的一个标准。刚才你说用 Apple Watch 去付钱那个，我完全能 picture 出来自大的那种 stereotype， 然后就是那种早上去 workout， 然后去超市买个东西，咖啡，买个什么。下一个要推荐就是我们的升降桌。其实最早是因为这个 Apple Watch 我开始戴了以后，它不是一直有一个每小时会提醒你，这是 connected 的，到下一个太棒了。他就说每个小时他就会说你应该站起来动一动了。加上最开始宅家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是会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，可能就是起来接杯水的那种运动量，有一度就是腰酸背痛，然后整个人就是颈椎也不舒服，所以我就搞了那个 monitor， 然后加上那个键盘啊、鼠标啊这一系列的。对，工作台 set up 完了后，我还是有点就是腰不舒服。后来就发现是久坐，你一直坐着就没有办法说自己活动的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因为我后来买了升降桌以后就开始对。所以你这个多少钱呀？买的是？我买的时候是亚马逊的250。那还好啊，我以为要很贵。真的不贵。我找的这个 model 很好，而且科学上面来说，你如果是一天花可能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，真正全身心的去运动，对你整个血液循环的 benefit 还没有你每个小时站起来1-2分钟要好。真的？对，久坐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。
好的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来 Jenny 家挖掘到的一些宝藏爱用好物，我自己也种草了很多，希望对大家也有一点帮助。Jenny 她自己也是运营小红书账号，每天也会发 vlog 的，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。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，拜拜，拜拜。